熊历险记》。夜晚的星空。夜幕降临，布鲁克走到森林的空地上，仰望着深蓝色的夜空。夜空上星星闪闪发亮，像是一颗颗宝石点缀其中。布鲁克看得出神，心里涌起无数的疑问：为什么星星会闪闪发亮？为什么有的星星大，有的星星小？这些星星又到底有多远呢？星星真美啊！布鲁克忍不住说出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柔和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：布鲁克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布鲁克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小猫头鹰，它叫小奥利，是森林里著名的夜行动物。小奥利擅长关心，也总是充满着智慧。嗨，小奥利，布鲁克开心地说，我在看星星呢，我觉得它们太神奇了，不过也有好多我搞不懂的问题。小奥利轻轻地笑了笑，说，星星的确很神奇，布鲁克。其实我每晚都会在这里观星，星空里隐藏着很多故事和秘密呢。真的吗？布鲁克眼睛一亮，兴奋地问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一些关于星星的故事吗？我实在是太好奇了。小奥利拍拍翅膀，说，当然可以。不过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在观星的时候，好奇心非常重要。星空会让我们产生很多问题，而好奇心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力量。布鲁克点点头，认真地说，我明白了，小奥利，我会一直保持好奇心。小奥利微笑住飞下来，停在布鲁克身旁，开始为他讲述星空的秘密。你看，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叫做北极星，它总是在天空的北方，因此我们可以依靠它来辨认方向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北极星总是指向北方。布鲁克抬头看住那颗闪烁的北极星，惊讶地说，哇，原来还可以这样用星星来找到方向啊！那其他的星星也有特别的用处吗？小奥利点点头，接着说，是的，比如说那边的那几颗星星，它们组成了大熊座的形状，看起来像一把勺子。其实很多星座都是由星星排列成的特别形状，像是动物、英雄或是一些神话中的人物。布鲁克瞪大了眼睛，满心惊奇地问，大熊座？所以天上的星星也像我们一样，有不同的名字和形状。小奥利微笑住说，对呀，星星和星座各有自己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流传了很久很久，让每个观看星空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奇妙之处。布鲁克愈发好奇地问，小奥利，那你是怎么学会这么多关于星星的知识的？小奥利解释道，观察和提问是我们学习的两个重要方法。我每晚都会观察星空，并尝试去理解它的变化。慢慢的，我发现了一些规律，也听到了许多长辈传下来的故事。布鲁克点点头，觉得自己也可以开始像小奥利一样观察星空。他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小奥利，星星为什么会闪闪发亮？是它们在发光吗？小奥利笑着说，布鲁克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星星确实是发光的，但它们离我们非常非常远，因此我们看到的光会被大气层干扰，这就让它们看起来在闪烁。布鲁克惊叹不已，哇，原来是因为它们离我们这么远呀！星星的世界真是太神秘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光芒，一颗流星闪过夜空，带着短暂的光辉消失在远方。布鲁克惊喜地大叫，小奥利，那是什么？小奥利轻轻笑道，那是一颗流星。流星是小颗粒在穿过地球大气层时燃烧发光的现象。每当看到流星时，我们可以默默许下一个愿望，它们总是带着短暂的美丽消失，所以流星也提醒我们珍惜当下。布鲁克闭上眼睛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望。
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，学到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。小奥利，谢谢你教了我这么多关于星星的知识。我觉得自己在夜空下学到了很多新东西。布鲁克充满感激地说。小奥利拍拍布鲁克的肩膀，说：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些知识，布鲁克。记住，星空总是对我们充满着启发，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，它会带给我们无穷的惊喜和智慧。布鲁克笑着点头，我一定会记住的。以后每个夜晚，我也要像你一样观星。在寂静的夜空下，布鲁克和小奥利继续分享出他们的疑问与见解。这一晚，他不仅看到了星空的美丽，也明白了保持好奇心的重要性。星星闪烁着，好像在为布鲁克的成长而骄傲。